大家好，我是姚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那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7项常见的保养错误，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？第一点，当有新的保养品加入你的保养程序中，你一次加一个新的产品就好了。不要就是你可能现在周年庆你买一整组，然后全部打开来往脸上放上去。因为如果你加入太多新的产品的时候，第一，这样容易造成刺激或是敏感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停用那些新的产品，让你的皮肤休息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再来一个一个测试是哪一罐保养品造成这些敏感或刺激。那这样子情况下，你不如一开始一次加入一个新的产品就好了。那第二，如果你一次加入太多种新产品的时候，万一你看不到效果，你可能跟不上啊，或者是很难持续，那你这时候就会想要放弃，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些新产品没有效呢？第二点，避免常见的错误是你要了解自己的皮肤需要什么，而不是别人跟你说你的皮肤应该需要什么。你可以定一个目标，希望哪一种是你期望看到的肤况进展，像是你想要变白啊，或者是你想要去粉刺，或是有一些斑点啊、痘疤、暗沉。你有了一个目标之后，那你再去找你需要什么样的产品。那除了不同肤况需要不同的产品，你不同年纪也可以开始选用不同的产品，像是你可能20几岁在用的，到了30岁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慢慢不够力，或者是干性、油性，不同的肤质也适合不同的产品。然后当然不同的肤况你可以忍受的成分也不一样，当然这个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。像我也是一直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、新的产品、新的成分组合。我也是我买保养品之前，我都会先去看别人的评论，然后看别人介绍的影片。就算我可能看了影片、看了评价之后呢，我也是得亲身去试用那个产品，才知道说，这产品真的就像评价讲的一样很好用，或者是会发现其实自己根本不适合这罐保养品。真的是要用在自己的皮肤上才会知道那个感觉、那个效果是不是适合你的。你要有目的性的保养，配合性的使用，才不会漫无目的买了一堆，或者是你用到的产品是不能相辅相成的。第三，我看到皮肤科的建议是说，一个保养程序要坚持2到3个月。那我也知道2到3个月可能有点困难，或者是你可能会觉得很简单，2到3个月大概是你可以用完一罐保养品的时间。那尤其外用的，因为你是擦在皮肤上嘛，表皮细胞大概要30天才会重新生成，年纪越大，这个时间就会拉得越来越长。如果是胶原蛋白的话，可能要好几个月，然后维生素 A， 如果你是要拿来改善皱纹、细纹的话，那也是可能要好几个月。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加速缩短这些时间，然后更快可以看到效果的话，有可能保湿可以做到这件事，因为保湿可以防止经皮水分流失，避免你脸上的水蒸发、受伤，防止皮肤干燥受损，还有外界的刺激，就是避免你的皮肤受伤，那你就有可能可以更快的看到效果。第四，别人保养的步骤跟使用的产品不一定也适合你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肤况跟不同肌肤适合的产品。有些时候如果你用了跟别人一样的产品，但是看不到一样的状况，我觉得人就会很容易感到失望，感到挫折，那你就会不想要继续用这个产品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一个产品持之以恒的用了一阵子，你已经配合过不同的产品，或者是配合过不同的用法，你还是真的看不到效果的话，那就代表可能你的皮肤真的不适合这个产品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已经放弃了一个保养品，那我就会把它加进身体乳液里面，
因为毕竟身体上的皮肤也是皮肤，它们也需要保养，它们也是会老化，也是会暗沉的。就是我还是会尽量把这个产品用完，但是我会把它擦在身体上。第5个避免常见的错误是不要太相信别人的背书。在没有科学根据的状况下，别人说这个产品对我很有用啊，或者是现在时下流行的这些产品，这些成分，你想要尝试其实也是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是在有科学根据的情况下，或是有专业人士的背书，你可能用起来会比较保险，你也会比较开心它有进展，比较不会想要放弃。那这样引出了下一点，第6点，现在影音超流行的啊，然后资讯非常的发达，各式各样的人都在介绍保养品，很多一些偏方啊，或是一些保养资讯，除了真的有效资讯，很多人其实也分享了一些不实的招数，像是有一些人还会自制面膜啊，或者是一些偏方缩毛孔的啊，就是这些是一些可能没有科学根据的招数。有些人他分享的这些资讯其实是用滤镜来改善啊，或者是之后 Photoshop， 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是想要吸引别人的目光啊，想要有更多的流量，更多的关注。我相信对于保养经验比较不足的人，或者是你比较耳根子软，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人，或者是你看到别人用什么，你就会很想要去学别人用什么的人，真的很难分辨那些不是真实的资讯。那我自己呢，是我看了很多皮肤科医生的影片，还有文章，有些皮肤科医生有在做教育宣导的影片，来破解这些不正确的观念。那现在网络上也越来越多医院、诊所写的卫教文章，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看了好多资讯，那你可以就直接先去看医生，然后看你的皮肤需要用到什么的药物，或者是问医生说这些观念到底哪些是正确，哪些是不正确的。那当然我知道我不是医生，然后我也是那些在网络上分享这些资讯的其中一个人，但是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最正确、最有效的知识。那当然我一定会先做足功课，再跟你们分享这些资讯。对，那第7点就是记得要做功课。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些市面上现在可能常见的产品啊，或者现在时下流行的产品，这些是属于非处方药，然后还有皮肤科医生可以开的处方药，然后现在医美所使用的那些肉毒啊、注射填充物啊，或者是雷射啊，在网络上也找到资讯，你可以先去了解它们的作用跟限制，你这样子可以省下金钱，省下时间，你这样子也可以避免碰到不良的医美诊所，他们可能只想要赚钱，可能会一直说啊，你皮肤就需要这个，需要这个，他们就会可能强迫你说你要买这个疗程，配这个疗程什么的，因为你自己心里已经有个底，你希望看到什么效果，那你在去之前，你已经知道说哪一些东西是有可能达到你期望的改善，那你这样子就会更不容易的被洗脑，然后去相信一些莫名的疗程，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没有看到改善，然后你就会感到挫折，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哦，这诊所都是骗人的啊，这些都是骗人的这样子，或者是你花了很多钱却没有做到你想要看到的效果。那这边如果你想要使用市面的产品，就是非处方签，那这些通常浓度都比较低，要达到你预期的效果时间会比较长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在一夕之间睡起来之后就可以立刻看到有改善，可能我的那个细纹不见了，哦，我的毛孔缩小了，然后或者是我的斑不见了，立刻白了一截这样。我也是那种很没有耐性、等不及的人，等不及看到我的肤况有变好。但说真的，一直去照镜子，你也是看不出来到底改善了没，因为你就会一直觉得，哦，我的毛孔还是在那里，它还是很大。
你就会一直去执着那一些你想改善的点。我觉得可能是种型变了吧，我现在可能除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粉刺或是小白痘，会比较想要赶快有看到改善。对我来讲，保养是一个长久的计划，因为我现在可能在乎一点是想要预防老化，预防老化的斑点生成，或者是夏天的话就会不想要晒黑。然后现在使用的产品的质地就是以脸不要太干为主。我现在比较没有在乎需要用什么质地的产品，我现在就是比较追求这个保养品可以对我长期，可能是我30岁现在没有这些皱纹，然后我到35岁还是没有这些皱纹，所以这种不是你早上睡起来你就可以看得到的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我现在肤况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可能自己很清楚是我晚睡啦，或者是我吃了炸的，那你再把这些调好就可以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。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继续用的话，可以送人、捐给弱势团体、上网拍卖或是拿去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帮我按赞、分享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